陈洛初这次回去，正好撞上了喝醉的江玉。他闭目躺在床上，床边还坐着一个女人，长得挺好看，在细心地替他擦脸。女人看到他，脸上流露出几分尴尬，声音也有点拘束，小声地说：“陈小姐。”陈洛初看着她年轻的脸，浅笑问：“昨天他在好友群里说想结婚了，指的是跟你吧？”女人慌忙摇头：“不是不是，你是他女朋友，他说的当然是你，我没有这个本事的。”陈洛初不知道女人是不是装傻。外头人都知道的一件事，1年前他跟江玉求过婚的3次，他全部拒绝。最后他说自己是不婚主义者，叫他别再费心思。陈洛初还用跳楼逼过婚，结果江玉根本就懒得搭理他，闹得挺难看的。这事当时还是个笑话。陈洛初也不管女人是不是真心不知道这一茬，客观地说，能让他收心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女人不安道：“陈小姐，我不会跟你抢。”陈洛初没说话。他跟江玉上次见面是4个月前的家族聚餐，两人人前说笑，私下一句话都没有。上次则是1年前他跳楼，那天他在他病房里待了5分钟就要走，他哭得歇斯底里，江玉假模假样的哄了他2句，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江玉开始断了跟他的联系。跳楼太极端，一般人都不会想跟一个疯子有牵扯。如果不是因为家里长辈关系好，两个人估计已经没有往来。今天江玉喝醉也挺好，他能拿完东西就走。陈洛初对这栋别墅已经不熟悉了，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车钥匙放在哪。跟江玉在一起那2年，一想就能想起来的记忆，好像只有做爱，其他都开始模糊了。陈洛初打算去书房找找，路过卧室时，看见江玉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正紧紧地抱着那个女人，亲密地喊媳妇儿。女人整张脸都是红的，样子很羞。他不想打扰他们，但他今天有正事，所以朝江玉开了口：“我的车钥匙放哪了？”男人闻声睁开眼。江玉看见他的同时，抱着女人的手松开了，原地站了2秒，揉着太阳穴进了书房，很快拿出1盒的车钥匙。陈洛初想：可真富，能开车了。他客套了一句，这句话让陈洛初沉默了几秒。跳楼确实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后遗症。能了，最近找了个销售的工作，得经常外出，不开车不方便。哦，挺冷冰冰，没话了。陈洛初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车钥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江玉揉了揉眉心，剩下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搬走？有人要住进来，那些留着不太方便。陈洛初朝身后满脸不安的女人看了一眼，了悟。江玉坦诚道：“他总觉得在我身边他是没有名分的。我想给他安全感，让他时时刻刻跟着我就是最好的诚意。”陈洛初点点头，那等周末我就把东西搬走。江玉没了耐心，不太满意这个答案，今明2天不能。女人赶忙上来劝道：“阿玉，我不急的，你别催太紧。陈小姐平常也要忙的。”江玉脸色因为女人好看了不少，看了眼陈洛初，听了女人的话，不为难她了，周末吧。陈洛初想了想，做了决定，就今天吧，省得再跑一趟了。陈洛初把最后一袋东西搬上车的时候，气喘吁吁。发动车子时，看见江玉把目送他离开的女人抱起来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说：“看他做什么？你男人在，看我。”如胶似漆的。陈洛初收回视线，认真开车。路过红灯，他停下，顺势拿起手机看了看。这一看，就发现消息炸了，群里都在艾特他，要他发红包，准备喜糖，还喊他嫂子。江玉的一句想结婚，所有人都直接默认是他，毕竟占着江玉女朋友这个身份的，独他一个。何况论背景，两个人门当户对。陈洛初想了想，发了句不是我，但消息很快被刷屏，没有人在意他发了什么，依旧都在祝福和揶揄他。直到江玉拉了个人进群，群里炸了。这个群等同于他们圈子，他把陌生人带进了他们圈子，还他妈是个女人。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个女人的身份。江玉发话了：“这是温恬，你们嫂子。”没人发消息，人都愣了。只有陈洛初早知道答案，本来都挺好，可不知道是谁脑抽问了一句：“不对呀，这是嫂子，那洛初姐算啥？”陈洛初这下不得不出面，手正在键盘上敲着字，江玉却先他一步发了句话：“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喊她嫂子了？”陈洛初默默地把打好的字删了。是的，
他没有，从来都是他们乱喊。江玉的话是实话，却挺让陈洛初尴尬的。他只好自己替自己打圆场，早不在一起了。不过没有告诉家里长辈，麻烦各位帮暂时忙瞒着。发完这条信息，又接连发了几个大红包，总算把话题给接了过去。温田这才出来跟大家打招呼，言辞之中透着点羞怯。江玉的姑娘，没有谁敢怠慢，大家都挺热情，都在说玩笑话，帮她放松。温田到底还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小姑娘，很快跟大家打成一片。陈洛初看这会儿没人注意力在自己身上，退了出去，没再看群消息一眼。等到了家，稍微理了理东西，陈洛初就去洗了澡。从洗手间里出来时，陈英之已经在他房间里坐着了，说：“你约阿姨让我喊你过去吃晚饭。”陈洛初说好，折回衣帽间找了条裙子。陈英之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问道：“你跟阿玉在一起3年了，还没打算定下来？”“他不会娶我的。”他顿了2秒，拉上裙子拉链。陈英之以为他还记着江玉说的不婚主义这事，好生劝道：“你也别妄自菲薄，都闹成那样了，你俩还能在一起，说明他心里有你，早晚会跟你妥协的，你得自己把握机会，机会也得有人给。”陈洛初抬了下嘴角，没说话，只默默地打开房间门，然后就听见楼底下有交谈的声音。他往下扫一眼，看到了江玉，他在跟他的姑父谈最近的股市。他正讲着话，一偏头就看到他了。江玉盯着他看了2秒，弯了下嘴角：“媳妇儿。”陈洛初：“我一回家，我妈说你要来，我就过来接你了。”他不像刚刚还在聊正事的精英男，更像舔狗在求表扬。大概只有陈洛初知道他在背后有多疏离。求婚失败那次，他听见过他跟朋友说：“陈洛初我都睡烂了，我现在看见他都腻，怎么可能跟他结婚？”陈洛初收回思绪，说：“走吧。”陈英之皱眉说：“你话也太少了。”江玉就在边上煽风点火：“是啊，姑姑，他现在总不搭理我，都4个月没回过家了，平常也没有一个电话，害我总多想。他不确定他是不是开始未雨绸缪，装深情人设，到时候好把分手的锅全部甩到他身上。”陈洛初敛眉，一副温和样子，却没有开口辩驳。男人看看他，顿一下，牵住他的手，拿过他的包，又补充一句：“不过没事，都是我媳妇儿了，想走也走不掉，去哪我都得一起。”陈洛初到门口，就抽出了被江玉握着的手。他也没在意，只说正事：“今天我妈估计得逼婚，我拒绝她会生气，得你看着办。”这是要他唱这个黑脸。陈洛初觉得谈事就得把条件摆出来，光明磊落的谈，以后在长辈这边谈个价钱，我才给你办事。拿钱办事，你女朋友也不会多想。他缺钱，总问姑姑拿钱，很多时候开不了口。拿了钱，以后要他背锅，他也就背了。行啊。江玉在没人的时候，一如既往的疏离，以后每个月我都把钱打你卡上。于母今天找他过来，果然是为了打探结婚的消息，聊了几句朋友的孙子，就把话题转移到了他俩身上。所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？陈洛初没说话，江玉说：“尽早结。”于母扫了他一眼，以前不是说这辈子都不想结婚了？想结了，想要个女儿。于母冷哼了一声，洛初这身段一看就是生儿子的，你想要女儿，大概得失望了。江玉又弯起眼角：“我媳妇生啥我都宝贝的不行。”他伸手去捏陈洛初的脸，又摸摸他的头顶，也不顾餐桌上还有于父于母，堂而皇之的亲昵靠在他的颈窝。今年农历4月多，有个日子很好，咱们要不然把证领了吧？这么大了还粘人，也不害臊。于母说归说，眼底却欣慰。1年前，谁都以为他们走不下去了，没想到他们反而越来越好了。陈洛初跟江玉大学就好了，还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为人也没有什么棱角，关键儿子喜欢，他很满意。我粘的是我老婆，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了。江玉回完于母话，开始哄陈洛初：“媳妇儿，领完证，我房子车子都写你名字，也不会再看其他女人一眼。以后你叫我往东，我就往东，我会很乖。”他温热的鼻息打在他脸上，有点痒，却让他更加清醒。陈洛初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于母皱了皱眉，气氛冷了下去。江玉扫了他2眼，从他肩窝里移开，笔直地坐着看他，还挺坚持。你再想想，跟我结婚很多好处的。他勉强保持着一个还算得体的表情，当背锅当恶人就得当到底，
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气氛依旧僵持了好一阵，江玉压低声音，妥协说：“听媳妇儿的，不逼你，不想结我们就晚点。”于母心里不太满意，但1年前自家儿子混账，没准备好也正常。他叹口气：“我也就是问问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还得你们年轻人自己做决定。吃饭吧，尝尝阿姨的手艺。”陈洛初有点食不知味，没吃多少，就找了借口要走人。江玉就从餐桌上站了起来：“媳妇儿，我送你。”陈洛初下意识想说不用，但立刻反应过来长辈在，把话咽了下去。跟着江玉走到门口，看见他开过来另外一台车，不是来时候的那辆。这辆眼熟的车让他想起不太好的记忆。陈洛初跟江玉曾经在这辆车里面干过无数次坏事，车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或许都无一幸免。没想到这辆车还在，大概是他真的早忘了那些荒谬的日子了。但陈洛初有些排斥。江玉在一起的时候嘴上很会哄人，不管喜不喜欢都能哄，在一起时候的占有欲也很强，说的最多一句话是：“媳妇，你要记住，你只有我能干，不需要我送吧？”他问。陈洛初太了解江玉了，他要真想送人，一般直接叫人上车，以问句开口，就是在保持绅士风度的同时，警告人得识趣。他举了举手机，拒绝，叫好车了。江玉就关上车窗，陈洛初听见他朝手机那头说：“哥几个晚上聚聚，见见我媳妇儿，他的真媳妇温田。”江玉带着温田出现在几个兄弟眼前的时候，所有人就知道江玉这回认真了。小姑娘算好看，但没法跟她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比，也就江玉真心喜欢，才会放低之前找女朋友的标准。顾月一行人又高看了温田一眼，真诚：“嫂子，你们好。”温田紧紧地握着身边男人的手，有些胆怯。江玉小心翼翼地捏着他的手心，朝他们道：“你们要是吓到他，就给我滚蛋。”顾月笑着说：“哪有这么护短的？”江玉爱喝酒，一上来就点了不少洋酒。但没喝几口，温田的眼睛就红了。江玉注意力一大半在他身上，几乎立刻就发现了，转头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温田迟疑片刻，还是低着头说：“我不喜欢看你喝酒。”他就不喝了，开始给自己倒饮料。旁边的顾月直摇头：“玉哥，你这已经是妻管严的节奏了。”江玉眼神凉凉落到他身上，意思是有问题。我哪敢？顾月摇摇头，想起江玉跟陈洛初那会儿，两个人几次因为喝酒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，后来陈洛初跟他闹冷战，他也依旧我行我素，没想过要改。谁又能想到他会有这么听话的一天呢？想到陈洛初，顾月的心在瞬间就燥热了。很早之前有一回看到江玉把他摁在落地窗前，嫩白的皮肤晃眼，他就生出了一些不该的念头。只不过那时候不行，至于现在喝了点酒，有些平常有顾虑的话也就敢说出口了。顾月说：“玉哥，我想追洛初姐。”哦。江玉忙着给温田倒饮料，头也没抬。可以吗？江玉有些理解不了他的问题。你追谁来问我做什么？温田，江玉不干了，踹他一脚，语气也冷下去。你做梦呢？看看这差距。顾月顿一顿，我当然不是说要追嫂子，我想说嫂子的筷子掉了。江玉立刻叫来服务员换一双。温田心里暖洋洋的，他从来不知道，原来他真的是认真的。他自己知道自己很普通，一直以为他就是跟自己玩玩，突然得知自己有名分，已经是惊喜，还这么尊重他，让他有点受宠若惊。顾月的心情也很好，他跟陈洛初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步。他想喝酒，就给江玉加满了。哥，再走一个吧。江玉回头拿眼神询问温田，后者也不想给他的朋友留下一个小气的印象，点了点头。结果江玉跟顾月喝了不少，都有些上头。温田不会开车，已经打开 app 开始找代驾。顾月喝醉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拿起电话打给了陈洛初，闹着要他过来接。那头陈洛初也没有多想，一个圈子里的，帮帮忙不算事，他也正好有空。直到来到包厢，看见倒在温田怀里的江玉，他才顿了顿，而后朝温田客气地笑了一下。他走过去拉顾月，但他太醉了，他喊了他2声都没醒。江玉倒是被他喊得睁开了眼睛，看见他就推开了温田，愣是要往他面前凑。他一躲，他还不高兴，用力把他从顾月身边拉开，然后双手环上他的腰，弯腰下来，头贴在他的胸上，又微微抬头，鼻尖蹭他下巴。
活像小狗在讨好人，只是语气几分不耐烦，不许跟他拉手。陈洛初平静地说：“你喝醉了。”我没。温田这时候走上来拉人，被他甩开了，他反而越抱越紧，轻轻地说：“老婆，老婆。”见他不答应，他声音高了个度。他醉醺醺地说：“你再不应我，我要生气了。”陈洛初没理，朝温田招手，喊你呢。后者脸色很难看，有点惨白，开口说：“江玉，我在这儿。”另外2个没怎么醉的朋友过来把江玉从陈洛初身上拉开了，温田扶住江玉，后者也没劲儿了，睡了过去。陈洛初则是去拉了顾月，注意到温田打量的视线，开了口：“温小姐，别多想，他喝醉了就这样，带到谁就抱谁，在场都被他喊过老婆的。”这样吗？温田主动在江玉侧脸亲了亲，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回家。”陈洛初看见了，没说话。他知道温田这是亲给自己看的，在宣示江玉的所有权。不仅仅是陈洛初知道温田那一亲是什么意思，周围的人也知道。这股形容不出来的火药味让大伙悻悻然。陈洛初当年喜欢江玉，喜欢的要死，大家是看在眼里的。到底跟他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不忍心看他难过，半数都打圆场说：“洛初姐，要不你先送顾月回去呗？”行。陈洛初点头，那你们先玩，改天再约你一起聚一聚。他们打趣道：“洛初姐还是这么美。”可以。陈洛初笑着带着顾月走了。陈洛初显然和江玉圈子里的人很熟。温田抿着唇，长得好看的女生确实在男人堆里面很受欢迎，反观他们看她时，眼底并没有任何惊艳。这种对比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以及江玉刚刚喊陈洛初老婆，哪怕他喝醉了，他还是觉得心里头扎了一根刺。但转念一想，好看也不是万能的，江玉还不是照样不要他。陈洛初送完人，就接到了陈英之的电话，说明天傅太太圈的聚会，希望他能跟江玉一起来。陈洛初那年被拒婚的笑话，陈英之到现在还耿耿于怀，就等着哪一天能扬眉吐气。今天白天听见江玉叫陈洛初是一声又一声黏黏糊糊的老婆，那股子缠绵劲儿，他就知道好时机来了。陈洛初应是应了，但他没把握自己能说动江玉，不过是总是得试一试。第二天上午，他特地抽了一个他酒醒的时间给他打电话，即便他选了一个合适的时间，那边依旧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，娇柔的女声在那头响起，他洗漱去了。陈洛初顿一顿，说明意图。温田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陈小姐，不太巧，我们今天打算去滑雪，讨好长辈，本就是双方约定好的事。”陈洛初问：“要不问问他？”温田的语气虽然还是柔，却依稀分辨得出来他不太高兴。江玉说：“这种事情我决定就好。”陈洛初就没再问了。下午的聚会，他只身一人前往。陈英之看到只有他一个人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姑姑。陈洛初难得穿了一身奢侈品，脖子上的首饰更是限量款。他递一份礼物给陈英之，陪笑说：“江玉忙着处理跟姑父合作的那个项目，今天没法来，托我跟您赔礼道歉。”陈英之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不少，这也算是给他长脸了。一来处理的是和陈家的项目，二来动辄上百万的礼物，都看得出对陈家的重视。傅太太们看不惯他炫耀的嘴脸，却也不得不夸陈洛初是个有福气的。陈英之笑容中带点遗憾，洛初爸妈走得早，阿玉体贴也算是弥补他小时候吃的苦了。阿玉这孩子，洛初说一他就不敢说二，以前他对女人哪里是这样的？我都想跟洛初取经，怎么管男人的？这不过是在炫耀罢了。有人不屑地撇撇嘴。陈洛初面不改色地弯着嘴角：“阿姨们先吃饭吧。”他性格好，不得罪人，对谁都客气有礼，模样好，办事也有分寸。傅太太们对他倒是挺喜欢的，只不过让他们的儿子娶陈洛初，他们又不乐意了。陈洛初没父母，陈家也在走下坡路，而且严格算起来，他算个外人，以后公司半点都分不到他手里，出生到底是差了点。尤其跟江玉当年闹的那一段，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捡别人剩下的。陈洛初自己也是清楚这点的，所以在江玉甩了他以后，他很少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暧昧。不然到时候被棒打鸳鸯，还要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怪尴尬的。聚餐进行到一半，陈洛初抽时间去买了单。他照顾人面面俱到，聚会到散场，大家都还挺开心的。陈英之心情也好，
非要拉着陈洛初逛逛街，一边又是叮嘱江玉那边，你多上点心，他那么黏你，你努点力就能把他管得死死的，到时候在于家你的地位就高了，地位一高，人家谁不得羡慕你。陈洛初也只是在外面撑陈英之的场，却没想在他面前也装。可江玉在长辈面前伪装到位，陈英之也不信他们不好，他索性没开口。不过今天着实巧合，他们刚进一家女鞋店，就撞到了江玉跟温田。男人单膝跪在地上，握住女人一只雪白纤细脚腕，小心翼翼恍若珍宝，在给女人试新鞋。女人脚上有一块淤青，不知道是不是滑雪不小心伤到了。他凑到她耳边，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，温田脸蛋通红。温田胆子也大，红着脸，却弯腰下来亲她的脸，又唇又欲。陈洛初站着没动，陈英之却变了脸，他几乎是立刻走上前，狠狠给了温田一巴掌。他这动作飞快，谁都没来得及反应。江玉反应过来后，连忙把温田挡在身后，看着陈英之的脸色有点冷。原本他还算尊重他，这会儿愣是懒得搭理闲杂人，只转头去检查温田的脸。疼不疼？温田眼底含泪，却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没事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”江玉看着他通红的脸，不太放心道：“没关系的。”他勉强地笑了笑，真没那么疼。陈英之简直是火冒三丈，气得气息不稳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家洛初？江玉原本是打算一直演戏，可既然被撞上了，他也就光明正大地承认了。他的语气疏离，还带着几分火气。我怎么就对不起他了？陈英之双眼通红，他的青春都荒废在你身上了，谁不知道你把他玩烂了，还有什么好男人要他？玩烂了3个字，霎时间砸得陈洛初有点头晕。陈英之都这么说，其他人想的只会比这还要不堪。他想开口劝一劝，却喉咙干涩，发不出声音，脑子里却不断浮现他跟江玉有次车上乱来被拍，他的朋友背后说他浪，陈小姐够骚啊。以前没放在心上的事情，突然间就变得如鲠在喉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身边这个小贱人的。陈英之恨恨道。这句话简直像是触到了江玉的死穴，他眼神在片刻之内变得阴冷。陈洛初怕出事，往前走了一步，一面小心翼翼地抓住陈英之的手安抚他，一面抬头看着江玉，说：“我会处理好。”他很快又低下头，语气不轻不重的：“但是你要是动我的家人，我会反抗。我对付不了你，起码不会让他好过。咱们在一起2年，我对付你那些莺莺燕燕，你见识过的，对吗？”江玉眯了眯眼睛，意味不明：“你威胁我？”陈洛初说：“这怎么是威胁？”周围看热闹的人多了，温田有些怕，上来拉拉江玉，恳求道：“我们先走吧。”江玉没想就这么算了，但拗不过温田，到底是黑着脸任由他把他给拉走了。陈洛初也把陈英之给拖出了店门，后者一路上都很安静，一直到车上，他才突然开口：“你一直都知道？”陈洛初应着。他什么时候？陈洛初如实道：“一直就没有和好过。”陈英之动动嘴角，想说点什么，却说不出话。我跳楼出院后去找他，每次他不见我。陈洛初说：“我想明白他什么意思了，就没有再去找过他了。”陈英之的眼睛红了，天杀的，怎么能这么糟蹋人？你当时怀孕了逼婚有什么错？他的种难道他不该负责？因为陈英之的话，车里安静了好一会儿。他不喜欢孩子。陈洛初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姑姑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早没事了。”陈英之又想起那100万的礼物，道：“聚会你说他送的赔罪礼哪来的？”“我自己买的。”陈英之眼里有淡淡的绝望。陈洛初跟江玉不成，余家不再帮陈家，那本来就岌岌可危的陈家，不知道能撑到哪一天。他心疼陈洛初，却更加在意陈氏的未来。陈英之拽住他的手腕：“洛初，你比他好看那么多，怎么能让那个女人骑到你头上作威作福？”陈洛初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收起情绪，垂眸淡淡的说：“姑姑，他很年轻，有活力，笑得又好看。10000个我都没有一个他那么有青春朝气，长相模样和这个年纪特有的生气是比不了的。”陈英之没反驳，却没打算让这件事情过去。他2天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江家。
陈洛初接到江母电话，赶到江家的时候，跨进大门就看见江玉在地上跪着，白色衬衣上泛出淡淡血迹，江父手上拿着不知道从哪儿金条，正一下下往他背上抽。江母眼睛都哭红了，但是也没有阻止。你怎么干得出来背着洛初在外面养人的事情？江国山早年当过兵，就是个暴躁性子，我从小怎么教你的？你就是这么对待爱人的，这他妈叫一心一意。江玉痛得闷哼了一声，语气淡然，我跟他早就分手了。你这不叫分手，你这叫辜负人家。江国山阴沉道，我们没有感情了，分手很正常。爸，现在已经不是你当初那年代了，没那么多从一而终。江玉没什么表情地说，你再怎么打，我也只有这句话，我得对甜甜负责。江国山连连冷笑，一扬手金条直接甩到江玉脸上，俊美的眉眼下方瞬间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印。江母到底是心疼儿子，上前拦住了江国山，说，儿子，你爸没说错，你要了一个姑娘，让一个姑娘名声坏了，你就是得负责的。听妈的话，把外面的断了，洛初绝对要比你外面那个好100倍。江玉道，妈，你去跟甜甜相处相处，你会喜欢她的。你怎么就不听呢？江母忍不住皱起眉，妈不会接受你外面的女人的。他就笑了笑，你为什么非要偏心陈洛初？他很可怜，妈心疼他。他爸妈死了，妹妹不见了，他姑父不待见他，是我们家造成的吗？江国山喝道，你再敢说一句这种话试试？叫洛初听到的多心寒，他微微偏头，看见挺直了背站在门口的姑娘，脸色猛地一变。陈洛初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，弯弯嘴角，叔叔阿姨好。江国山跟江母谁都说不出一句话。陈洛初的视线移到了跪在地上的男人身上，他没有回头，双手紧紧握拳，显然这会儿也在气头上，保持着背对他这个动作一动不动。我跟江玉，我们是真的已经分手了，和平分手的，分手还是我先开口说的。叔叔要教育人，那我估计也该被教育。他始终很礼貌，又对江母道，阿姨，你可以去看看那女孩，真的是很好看的一个姑娘。江母不知道为什么听见他这么说，鼻子突然就酸了，是不是阿玉逼你这么说的？前几天来吃饭，你们不是都还好好的吗？陈洛初摇摇头，对不起阿姨，我不该瞒着您。傻孩子，江母轻声说，你就是太好说话了，所以外面那个才敢跟你争。因为陈洛初的到来，江国山没再对江玉动手。后者听着江母这句话，从地上起来，面无表情地上了楼。江国山冷哼了一声，把金条丢在地上，面对陈洛初和蔼了许多。阿旭，你放心，外头那个叔叔会给你处理了，我们江家就认你一个媳妇。江母同样也不认可温田，可他态度没那么坚决。眼下他最记挂的还是江玉身上的伤口，趁江国山没注意，偷偷叫陈洛初上去给他上个药。好，陈洛初笑着说。江母叹口气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一直觉得你们很好的。一开始他领你回来，我还觉得你长得太过于好看，不喜欢你。后来我又觉得你好看也好，外头的比不过你，他自然就不会往外看。谁知道会变成这样？他爱怜地摸了摸陈洛初的脸，阿姨现在是真的挺喜欢你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陈洛初不确定他这是不是想去找温田麻烦的意思，说，阿姨真没关系，江玉是真心挺喜欢外面那个姑娘，别到时候弄得你们关系不好，他记恨你。你要是觉得对不起我，另外给我介绍一个就行。江母可没法把他给介绍出去，而且江国山说一不二的性子，也是绝对认定了陈洛初的。他从储物柜里面拎出来一个医药箱，今天估计伤得挺严重的，就非要因为一个女人跟他霸倔。陈洛初没发表任何意见，只提着箱子上了楼。江玉的房间他以前来过无数回，他们第一次就在这个房间里。那会儿他被他姑父赶出来，江玉就带着他回来了，然后在他洗澡的时候溜进了洗手间，他没有拒绝。事后他泪流满面，他把他整个人抱在怀里，把他的床和被子分给他，小心翼翼地替他把眼泪擦干净，沙哑地说，洛初姐，你别哭，他们不要你，我要的，我会一直对你好。陈洛初推开江玉房间门的时候，他正在跟温田打电话。脸有没有彻底消肿？我这边没事，我妈没有不喜欢你，改天就带你回来见她。他耐心地哄着那边。陈洛初一直等他讲完电话，他放下手机以后，整个人就变得冷漠了不少，
尤其是吴意一眼看见他时，那股冷漠到了极点，还有些许讽刺的意味。你妈让我来给你上药。他说。江玉扫了他一眼，意味不明道：你真的挺厉害的。陈洛初当然不会以为这是什么好话，他把药箱放在他身侧，想去看他背上的伤口，被他伸手挡住了。江玉冷冷地挑着嘴角说：不如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把我爸妈哄住的？我让我们家温田来学一学。陈洛初冷淡地重复说：阿姨让我来给你上药。你让你那姑姑以后小心，她越想得到什么，以后越会失去什么。陈洛初皱了皱眉，你要对陈氏动手。江玉现在是没有这个本事的，只要江国山掌权一天，他就不可能对陈氏造成什么威胁，但他早晚有接手江家的一天。他本来就不太喜欢陈家，原本的礼貌只是做给他母亲看的，真要动手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江玉根本懒得跟他说话，甚至不再看他一眼，疏离地说：要不需要你上，你人给我滚出去就行。陈洛初说：那你自己上，你最好让你姑姑去给我老婆道个歉。他正要走，闻言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趴在床上，这会儿他看见他背上的伤口了，红痕遍布，洗了澡也还有偶尔渗出的血珠。在此之前，他这个人从来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，养就一身细皮嫩肉，身上没有半点伤痕。陈洛初突然就肯定江国山是打错了算盘，江玉这次绝对不会服软。要陈英之去道歉，显然不可能。陈洛初想了想，说：他确实不应该动手，但他不知道详情，以为是你出轨了，责任并不全然在他。江玉有些心不在焉，确实有一半责任在于你我的隐瞒，可我老婆有什么错？他哑口无言，没有再跟他争辩。江玉又说：你以为你那姑姑对你有几分真心，还不是为了利用你？别以为你改了陈姓进了陈家，就真是陈家大小姐了。陈洛初的手用力地握了握，平静地说：我从来没这么以为过。是吗？他没什么含义地笑了笑，以前只要有女的来跟我搭讪，你不都亮出陈小姐这张底牌吗？陈家这个背景确实好用，屡试不爽是不是？陈洛初看着他，有些心冷。女人只有在没安全感的时候，才会用自己都不确定的优势来保证自己的地位。那会儿他身边女人缘实在是太好了，他是长得好看，却比不上别人跟他有同样的爱好，比不上别人跟他有共同话题，也比不上别人会玩，所以他才会尽量陪他玩得开一些，又在其他女人面前抬出自己的身份。结果强迫自己玩得开，他觉得他天生就浪。他抬出陈家小姐的身份，他觉得他自以为高人一等，爱慕虚荣。其实他只是自卑，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，看到什么女人跟他走得近都害怕。陈洛初从小到大其实受过不少委屈，大部分都能做到不当回事，这会儿心里却酸涩，但他不是矫情的人，很快就调整了情绪，神色跟语气都没有什么变化。我先走了。江国山还在楼下骂骂咧咧，看他下来，瞬间明白他上楼干什么去了，冷哼一声：他都这么对你，你还去管他死活做什么？疼死他也是活该。又转头看江母，语气不悦：他这没责任感的性子，都是你给惯的。江母在旁边不吱声，平常他敢和江国山吵，但是在这种事情上，他一句话都不敢多说，连他自己都知道，他对江玉是过于宠了。陈洛初笑着调节气氛，说起自己工作的事情。陈洛初本来想着身体恢复没多久，做一段时间销售算了，业绩找朋友拉拉倒也不累。不过他又通过了大学辅导员的面试，还是选择去大学。江国山对他向来是比较关心，道：要是有哪里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尽管跟叔叔提，只要能解决的，叔叔一定尽力给你解决了。陈洛初道了谢，旭旭，你跟叔叔聊聊外面那个女人吧。江国山道：改天叔叔让你将阿姨去跟她见个面。这话说的其实是相当的直接了，就差没直接说要出去找温田麻烦。像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偶尔也会有在外面遇到真爱的时候，有的碰上点手段厉害的，被迷得晕头转向，恨不得把人娶回家，只要家里父母不同意，总有让人分开的办法。陈洛初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有声音从楼上传了下来：你问他做什么？你要是想知道，不如直接来问我。他微微抬头，就看见江玉站在楼梯口，脸上写满了火气，还有几分嘲弄。他的视线跟他对视了那么几秒，就转到了江国山身上，没什么语气地说：您何必跟一个小姑娘过不去？我就再跟您说一遍，我这辈子娶定温田了。
如果不是他，那我就当光棍，您这辈子都别想要孙子了。你，江国山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情绪又重新激动起来，江母赶紧在旁边给他顺背，他瞪着他，你少说2句。行啊。江玉扯了扯嘴角，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径自往外走。江母皱眉道，这么晚了你去哪？当然是去陪我老婆。江国山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今天你要是敢踏出这个家门一步，以后就不用回来了。江玉没说话，看了眼陈洛初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一眼轻飘飘的，却是在责怪他的挑拨离间，在控诉他是罪魁祸首，把厌恶、不屑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无声的冤枉比直接骂人还要伤人。家也是这一眼之后，陈洛初就有些浑浑噩噩的，他的耳边只有江母不停地喊江玉的名字，叫他别走。江国山也死死地盯着门口，可是出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。陈洛初回了陈家，没心思跟江母交流，沉默地躺在了床上。这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场景是他跳楼那会儿，可是跳楼的人却是温田。他一跃而下，倒在血泊之中，而他就站在楼上俯瞰他。第一反应不是给他叫救护车，而是在想自己当时是不是也是这幅吓人的画面。看着看着，突然就有人从后面掐住他的脖子，他回头看，江玉双眼通红，说是你害死了他。陈洛初挣扎着想解释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，只有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你怎么能活着？你也该死！他的脸上出现几分恨意，松开手，推了他一把。陈洛初只感觉到自己速速往下掉，这种感觉清晰无比，他经历过，知道十几秒以后的结果是什么，害怕的朝楼上只看得出一个虚影的男人伸手。他不想死，梦里他是万能的救世主，把血泊里的温田给救活了。救世主却并没有朝他伸出手，反而凉凉地看着他，送他一句：“你是罪有应得。”第二天，陈洛初就病倒了。他身体不太好，偶尔穿少一点，就得在床上躺个几天。陈洛初这回是发烧，低低的烧，就算退不下去，烧得他满脸发红，体重也一连降好几斤。陈英之烦得要命，不仅陈洛初生病让他烦，还有这几天公司的事情也让他生不出什么好心情。听她老公说江玉氏处处跟陈氏作对，生意被搅黄了好几单。原本她觉得江玉自己开的公司不算大，应该构不成什么威胁，谁知道她居然还真这么有本事。至于江玉这么对陈家的原因，她心里也知道答案，无非是因为温田。她暂时眼里就只有那个小狐狸精呢。陈英之尽心尽力地照顾着陈洛初，一直到第3天，她的烧才彻底退了下去。江母也是在她身体好的差不多了以后来看她，这回居然闭口不提江玉的事情。她只跟陈英之聊了几句江玉最近的情况，偏偏陈英之是一个不会瞒着陈洛初的人，转头就把江母跟他聊的事情转述给了陈洛初。你江阿姨说，你于叔叔已经断了江玉所有的资金来源。陈洛初没发表任何意见，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爱情扛不过柴米油盐，到时候没钱了，他在外头绝对待不住。不过陈英之不知道江玉什么心理，我就是搞不明白，明明他最近不好过，居然还要一个劲儿给咱们陈氏使绊子。按照道理来说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江玉当下应该做的，应该是在江国山断了他的资金链以后，好好运营公司渡过难关，而跟陈氏斗气不过是自损800罢了。要替那小狐狸精出气，现绝对不是时候。陈洛初一直到听到陈氏2个字，表情才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。他想逼你去给温田道歉。江玉当然不是傻子，也绝对知道此刻的正确做法是什么。他特地在危机关头针对陈氏，无非是不舍得温田怕他一直对陈英之那一巴掌郁郁寡欢，所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铤而走险。他是一刻委屈都不愿意让他多受的。陈英之在听完陈洛初的话以后，表情很是难看，他咬牙切齿道：“我是不会去给那个狐狸精道歉的。”而陈洛初早猜到了这种结果，温田的存在损害了他姑姑的利益，他想撕碎温田都来不及，又怎么可能道歉？陈氏的事最后请了江国山帮忙，他一开口，那些原本偏向江玉的合作方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江玉再牛，暂时也比不过他老子。陈洛初打电话跟江国山说了感谢，后者慈祥笑道：“这都是小事，以后给我们江家生一个大胖小子就行。”他向来是这么跟陈洛初开玩笑的，这会儿也没发觉有什么不对，
陈洛初也不可能特地提起江玉还没有回江家的事，只能找个话题把断裂对话给绕开了。江玉的事情这几天其实发酵的挺严重，这个圈子里江母一辈的人都知道江玉被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给勾走了，为了小狐狸精连家都不回，更是连陈洛初生病都懒得回来看一眼。对此没少在背后嘲笑陈英之爱显摆的，这会儿真是显摆的翻了船。什么对他侄女体贴呢？还不是跟大部分男人一样，新鲜感一过更爱外头的。富太太们更是叮嘱家里到了适婚年纪的男人少跟陈洛初接触，不然惹得一身腥。指不定陈洛初知道自己拿不下江玉，因此想换一个试试呢。他模样好，谁也不敢保证自家儿子能扛住这种诱惑。陈英之也怕一出门就看见外头那些富太太的嘴脸，这几天全在家里待着。陈洛初知道外头说的话可能不会好听，所以几乎不会特地去打听，他也没有再找一个富二代的打算，只要不跟那些富太太的儿子扯上关系，流言蜚语他们说一阵子也就过去了。不过陈洛初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愿意来看自己。顾月提着礼物来的时候，他有些惊讶，男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他瘦了，他说不上来自己是什么情绪，反正挺心疼的。听说了你生病的事，我们大伙就选了一个代表来看看你，他们都被家里警告了，不准来看你，不太方便过来，让我给你道个歉。别说富二代是什么纨绔子弟，人家在外头会玩，家里也还都是守规矩的。家里父母既然特地提起过，都会尽量不违背家里人的意愿。有那份心，陈洛初已经挺感动了。谢谢。他发自内心的笑了笑。要喝点什么？陈洛初自从跟江玉分手以后，笑容都是些出于礼貌的假笑，这发自内心的一笑让顾月心底有些雀跃。有什么？茶可以吗？他想了想问。顾月当然可以，喝什么都行。陈洛初亲自给他煮的茶，顾月坐在他对面的位置上一动不动，就不停偷偷摸摸地打量他。他们这群人在背后讨论过无数次，大部分人都觉得陈洛初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最好看的。在他跟江玉在一起之前，不少人都想跟他试试。江玉一开始也是这群讨论的人里面的一员，不过他最自私，占有欲强到离谱，一听见任何人幻想陈洛初就黑脸。他那时候对陈洛初的那种欲望很热切，不是读书那块料，但为了跟他读了一个大学，硬是认真花钱请最好的老师，刻苦地学了1年。而那个时候，大1岁的陈洛初根本不会多看他一眼。江玉就一句又一句的洛初姐，把他给骗到手了。顾月起先一直觉得他很喜欢陈洛初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男人在捕猎时候的手段罢了。陈洛初同意跟江玉在一起没多久，他就似笑非笑说，陈洛初没背景的，圈子里其他那些搞了绝对得负责，只有他没兴趣甩了家里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本来顾月还以为他们这么多年一直在一起，江玉的想法变了，没想到他跟陈洛初早就分手，身边还多了个温田，可见玩玩到底只是玩玩而已，不会随着时间产生感情。谁又能想到江母江父这么喜欢陈洛初，为了他完全不接受他现在真正的心上人。顾月不知道江玉现在后不后悔当初玩弄陈洛初。你喜欢甜一点还是不甜一点？他抬头询问他。顾月这才收回思绪，看向他提着的茶壶，更多的注意力却在他修长葱白的手上。他也不知道在修什么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甜的吧。等到入口，他就知道陈洛初煮茶是真的有几分水准了。洛初姐，你经常煮？陈洛初莞尔，没有机会道，没有，很久不煮了。之前江玉爱喝酒，学着给他煮当醒酒茶的。顾月可真羡慕江玉，他点点头，最近几次见面，他都滴酒不沾了，一喝温甜就跟他闹，我听着都烦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忍下去的。说完话，偷偷打量着他的脸色。陈洛初神色如常，早就免疫了，他都不知道见识过几次了。他对温甜那种明明不耐烦，却还是忍下不悦的纵容。既然提到江玉这号人了，什么都不说，反而显得刻意，陈洛初也就顺嘴提了一句，他们俩最近怎么样？顾月说，别提了，江玉哥现在玩物丧志得很。江叔叔那边断了他的资金链，明明他的公司都已经一团糟了，指不定哪天就破产了，还天天有空接温甜上学放学一起吃饭呢。陈洛初没有发表意见，起身去冰箱拿了点甜品。他把拿回来的甜品放在桌面上，又想起什么，说，我去拿瓶菠萝酱。顾月看着那些甜品，
知道不出意外又是他自己做的，他会的东西很多，很显然他非常适合当一个好妻子。可越是这种适合过日子的，越不容易被珍惜，因为能带来的新鲜感太少了。就连顾月也不喜欢这款，只是他对他而言，陈洛初除外，大概是因为从来没得到过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有些惦记。下一秒，当他抬起头，他的那点惦记顷刻间就变成了奔腾的洪流。菠萝酱放在柜子的最上面一层，他踮着脚，宽大的衣服因为他往上伸手的动作提了上去，露出一截腰线，雪白雪白的，还很细，那种弧度，他见过的女人没有一个比得上的。太好看了，真的太好看了。陈洛初回头时，看见顾月脸上很红，她的呼吸也有些沉，眼神也不敢直视他，说：“洛初姐，我还有点事，就先回去了。”行。他点点头。顾月一直到回到车上，那根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放松了些。他觉得自己也太弱了，夏天路上满大街都是穿露脐装的，陈洛初露点腰线根本算不上什么，可是他居然起反应了。他真的太没出息了。顾月一边鄙视着自己，一边更加频繁地开始找陈洛初。下班没事就找陈洛初蹭个下午茶，时间都花在陈洛初这里了，那跟兄弟们出去花天酒地的时间就不多了。约的聚餐基本上10次缺席个7、8次，缺席的次数一多，总有人好奇他干什么去了。顾月的表弟顾泽元是最清楚的，他不太在意地说：“还能干什么去了？泡妞去了呗。”原来是交新女朋友了呀，怪不得酒都不来喝了。顾泽元嘲道：“你们也太高估他了，这回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连开口表白都不敢。”顾月怎么说也算是个高富帅，追女人那不是小菜一碟。顾泽元这么说，着实是让人惊讶的。但是惊讶过来以后，就有人反应过来了，他不会最近都跟洛初姐在一起吧？除了陈洛初，还有谁能让他那么怂？顾泽元挑了挑眉，没解释的模样显然是在默认。他的余光往江玉那边扫，男人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，只低头玩着手机，然后很快从位置上站起来：“我老婆放学了，先撤了。”顾泽元说：“江玉哥，我怎么记得周一嫂子下午是满课的？”江玉朝他看过来，顾泽元跟他对视的几秒时间里，看着他那张脸，